佛生末世爆发前10天，我第一时间拿了女友，只因我前世对她偷袭围攻，受尽屈辱，后被员工所救。如今我求真归来，拥有空间异能，囤1万吨物资。这一次我要活到最后。蓝星超过80%的人类会变成丧尸，几年时间，人类仅存5%。末世物资短缺，一根火腿肠就能让人反目成仇，拥有物资却可以为所欲为。老板，按照您的寄货清单预购，30吨大米和面粉，1000箱方便面，40吨水，30吨植物油，10吨鸡鸭鱼猪各种肉类等货物，全都在这儿了，总计50万的货，您清点一下。不用了，咱们都合作多少年了，我信得过你们，直接把货运进2楼仓库吧，水果蔬菜单独放，别压坏了。好嘞，您就放心吧。老板，明天继续按照清单上的送吗？哦，好嘞，那我们明天再来。快走！刘经理，你说这人是不是傻？哪怕他是开生鲜超市的，以他家的规模，每天4、5万的货都撑死了，现在一天进10倍的货，这能卖出去吗？其他东西倒也罢了，毕竟保质期好几年呢。但蔬菜水果用不了几天就坏了吧？又是囤物资，又是遣散员工，搞得好像要世界末日了似的。你管人家图啥呢？说不定就是钱多了，烧得慌。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懂，就算世界末日了又怎样？该赚的钱也得赚。啊，对，我是一个超市老板，以500万的定金让供应商提供了5000万的物资，至于剩下4500万的尾款怎么办？那还用说，末世来临等于白嫖。关上超市大门，走上2楼，望着仓库内堆积如山的各类物资，心中由衷升起浓浓的满足感。抬手打了个响指，白光一闪，所有物资消失不见。这不是魔术，而是铁柱将所有的物资收到身上的银色戒指里。这个戒指是一枚空间戒指，内部空间非常之大，足足有10亿立方米。空间内的时间完全静止，进去的食物几年后拿出来还是那样，所以不用担心食物变质。目前为止，空间戒指里已经囤了1000吨肉类，3000吨大米和面粉，10万箱方便面，5万箱螺蛳粉，10万箱自热火锅，4000吨矿泉水，各类植物食用油2700吨，800吨蔬菜，500吨水果，100吨压缩饼干，各种零食1万吨，还有我从饭店订了100万份的各种菜系的菜，半夜偷偷跑去了几十家 4S 店，什么越野、轿车和跑车、摩托、游艇、自行车，统统全部装进一空间，跑到大型商场，鞋帽、针织、内衣、玩具、服装、电子设备，1-6楼所有物品全部拿走。明天汇报巡捕。呵呵，不可能了，因为末日来了。期间我还囤了些生活工具，比如尼龙绳、帐篷、指南针、汽油、手电筒、手机、电脑、望远镜、地图、发电机、太阳能充电板、打火机等等。末世虽然手机上不了网，但下载一些几百 T 的学习资料还是可以的。至于药品，我并没有囤太多，因为末世初期人类的身体还很脆弱，确实需要普通的药物治疗。但没过多久，一部分幸运儿会陆续觉醒了各种异能，比如自然系、肉体系、元素系、精神系、空间系等等。太轻的伤势可以自愈，太重的伤势只能凉凉。而我觉醒了法系雷电之力，可以用雷电从而刺激自身的细胞，形成一种笼罩全身的雷电铠甲，能和肉体形成双层防御。我给这个能力命名为雷霆 Z 体。最后我也成为了罕见的肉弹法爷。然而一拳难敌4手，我被偷袭围攻，眼看着就要殒命当场，却被暗中藏匿的一个土系觉醒者给救了。后来他才打听到，那个觉醒者是我的超市的员工方平。方平小子，这辈子你可没机会赴死了，而我会带你建立最强的觉醒者势力，成为临海市的无冕之王。你明天不用去你那个破廉租房了，住这里就行了，因为明天末世就要来了。什么？末世要爆发了？老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明天中午12点10分会有大量的丧尸横行街头，咱们临海市的常住人口有5000万，预计会有3、4千万人变成丧尸，你说社会秩序会不会崩塌？老板，那我会变丧尸吗？不会。那就好。老板，我看过好多末世小说，人家都说这种超市是幸存者们搜刮的第一目标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超市牌匾早就拆除了，这2天我已经找人改装了所有的门窗，全部换成了钢板。放心吧，等我打出雷霆战神的称号，收拢人才也自然会水到渠成。等建立了自己的觉醒者势力，就不需要怕被人盯上了。你留下等待接收刘经理送来的货，我去东街的宠物市场逛一逛，顺便买个狗。末世爆发，很多生物也发生变异，而我要找的就是一只即将变异的大黄，而且还是非常罕见的精神系，能攻击的强大能力，让人也会爆炸。老板有没有黄白色的大黄？刚才有人半小时前买走了。是谁买走了？不好意思，出于职业道德，本店概不透露任何买家的个人信息。给你5万块，你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。成交。是，咱们是各大区生鲜供应商的那位物流经理刘永康，我想你应该是听说过这个名字的。这家伙昨天还帮自己送了货，
如此说来，上辈子是他命令那只大黄来暗中偷袭自己的。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，这上万员工的总部大楼，末世爆发时，超过半数的人变成了丧尸。但后来有个不知名的觉醒者将公司整顿了起来，并在总部组建了幸存者基地。而后他凭借供应商仓库内大量的物资，储备拉拢人才，很快就成为了临海市顶尖的觉醒者势力之一。这个人太狗了，每次都是由他的宠物大黄代替下达指令，没人知道势力的领导者到底是谁。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，刘永康，这辈子你必须死，谁都救不了你，我说的。老板，你没买到狗吗？虽然也有几个，但都不符合我的心意。哎，刘经理，你居然也买狗了？你也喜欢这种品种吗？是啊，我也非常喜欢大黄，看着非常特别，所以被我买了。这品相真不错呀，刘经理，你愿意转卖给我吗？这20万，这是我最大的诚意。好吧，那我就成全兄弟。看来你是真的爱狗人士，希望你好好待它。哈哈，这人果然是个大傻叉，居然花20万买一只土狗，这不是妥妥的大冤种吗？老板，你看，今天就是最后一次送货了，是不是也得稍微结一下尾款了？哪怕先结一部分都可以，我们不是不信你，但45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。老板，您说呢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明天12点前，你来我超市，我把尾款当面给你，顺便好好招待你一下。这3个月你也辛苦了。呵呵，结尾款给你，我等你明天准时来送死。老板，今天能结款了吗？先喝杯茶。我靠，老板居然把刘永康迷晕了，这是想干嘛？难道老板有那种特殊癖好？方平，拿绳子把他们捆起来。12点10分，末世外面突然骚动起来，大量的人后嘴里吐着黑色粘液，身边的朋友、伙伴，枕边人都变成了丧尸。老婆，你别吓我，你怎么不飞血了？他妈的，让你亲没让你咬啊！老子的坤子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全家都变成丧尸了，谁来救救我？这时的刘永康醒了过来。铁柱，你想干嘛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玩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是在找死。我不记得哪里惹到你了，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抱歉，饶不了。这辈子我们的确无冤无仇，但很抱歉，你上辈子惹到我了。我求你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！他抬起消防斧，上一世的临海市顶尖的觉醒者势力之一的头没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传来了低沉的嘶吼，那2个员工口吐黑色液体，眼球全部变成了白色。记住，这些丧尸最大的弱点就是脑袋，一定要看准了砍，前期用斧子最顺手，不容易夹住。看来你的能力也觉醒。这不就是土行孙了吗？土行孙怎么了？这么强大的保命能力还不厉害？遇到一大群丧尸也完全不惧，钻进土里谁能咬你？对呀。那老板，你的异能是什么系呢？雷系。哇，那你是司空震诶，将来肯定很强。现在还没办法用异能，该干正经事儿。拿着匕首撬开2个丧尸的脑壳，然后搅了几下，找出来2个小小的晶核，只有绿豆大小，颜色是黑色。清洗干净后，张开嘴把晶核吞了进去，然后他盘腿而坐，果断接动了异能。他的身体这是开血值。现在这2颗1级异能晶核让我稍稍变强了一些，肉体方面增强的不太多，虽然比不上2级丧尸，但虐3、4个1级丧尸没什么难度。丧尸、觉醒者、变异生物也都分等级，1级到3级是低级丧尸，只是听觉稍微灵敏一点，有极小的概率能觉醒异能。3级到6级是中级丧尸，嗅觉和听觉系统高度发达，有一定的概率觉醒异能，并使用基础能力。7级到9级是高级丧尸，大部分都能觉醒异能，而且能熟练掌握各种能力，战斗力十分惊人。10级以上被称为超凡，而所有丧尸脑子里都会产生异能晶核。觉醒者可以吸收晶核来增强异能，从而更快提升实力，领悟新能。我拿游戏给你举例，异能其实就等同于你的蓝条，异能晶核等于你的经验值，只有等级提升才会解锁相应的技能。大黄，我是你的谁？你是我妈妈。全会说话了，不愧是上一世排名前10的战力。大黄，你要叫爸爸，不能叫妈妈。我是雄性，懂什么叫雄性吗？切，好吧，你跟我学 B A 波呀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是爸爸，爸爸呀，拼音不懂吗？这都学不会，气死我了！哎，乖儿子，不气不气。我操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炖了？我这辈子还没吃过铁锅炖大黄呢。我错了，爸爸。方平，你在2楼守着大黄，我去上面单元楼杀丧尸，等到他能独立自主之后，你再和我一起行动，拿着对讲机随时联系。只有3个吗？先搞定他们，然后杀光第1单元的丧尸。因为雷霆淬体的缘故，我的力量完全可以单手挥消防斧，几十次也不会累。但这种程度太远了，还得多吸收异能晶核。到时候我的体表防御力增强，哪怕1级丧尸也咬不穿我的皮肤，到时候就不需要带防爆盾了，
双斧流战士杀丧尸才是效率翻倍。总共4层8户，清理完所有丧尸，铁柱吸收了15个晶核，还剩下32个异能晶核。方平吸收了12颗，大黄吸收了14颗。吃完晶核，大黄全身从780米长到了20厘，基本的对话已经没什么问题。短短1天就长这么大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骑一骑。我特喵的拿你当爸爸，你反过来却想骑我。哟，这不是我原来的同事铁柱吗？之前被老板辞退，怎么你个穷屌丝，现在末世了，你还有脸来找物资了吗？赵海吗？末世前就是卑鄙小人，处处在职场上欺负新人，占你同事便宜。来，给我叫一声爸爸，跪下磕3个头，老子给你1袋方便面，怎么样？不需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3爷之见。经过1天的奋战，铁柱升到2阶，现在雷霆碎击级丧尸已经无法咬破自己的皮肤了，还领悟了第2个技能雷暴。方平也升到2阶，领悟了土刺的技能。大黄领悟了精神迟缓的技能，对付觉醒者相当有效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板，快救救我！谢谢你，老板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就真的嘎了。你是觉醒者吗？什么是觉醒者？没关系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我能跟着你们吗？我可以洗衣做饭，什么都可以的。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抱歉，没有。老板，我之前的工资也用来囤了点物资，可以分他1桶泡面吃吗？你的物资你自己分配。好了，外面丧尸已经走了，你出去吧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周冬雨并不慌乱，抬起手，食指顶端竟然生出半寸的骨刺，骨刺泛着强烈的寒光，朝着他的心脏猛然刺去，速度相当之快。死的人是你，姓铁的，这超市归我了。然而看似锋利的骨刺，居然连皮肤都没有戳破，硬生生被挡在外面。铁柱五指猛然发力，周冬雨的 CPU 直接炸裂。末世，先杀圣母，方平你再仁慈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错了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们刷光了3栋就3元楼的丧尸，3天内收获了407颗1级晶核。而方平遇见图谋不轨的人，直接 CPU 干碎。哼，这个人，难道他就是前世临海市的大预言家胡小南？你好，我想加入你们，可以吗？我是一名觉醒者。哦，是吗？你说说是什么异能？我的异能是用占卜的形式预知危险，就好比这样，今天我在这家超市逗留，是否安全？拿出硬币一抛，硬币表面散发淡淡的绿光，绿光代表安全，黄光代表危险很低，橙光代表较为危险，红光代表十分危险，深红光代表九死一生。有我的加入，会让大家在末世畅通无阻，这样的能力应该足以让老板心动了吧？你之所以能避开那么多丧尸，是因为危险预知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还有第2个技能零存在感。这个技能能让我最大限度地消除自身气息，丧尸闻不到我的气味的同时，结合危险预知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开丧尸。欢迎你的加入，帮我占卜一下，今天晚上集体前往东陵市最大的供应商总部，搜刮他们仓库物资的危险程度。是那家海林供应商吗？是的。等我想一下占卜话术，这样应该差不多。今天晚上，我铁柱、方平前往海林供应商总部搜刮仓库物资，会有危险吗？橙光较为危险，老板要不算了。你人物要素没说全啊，还有他呢。这只傻狗也要带吗？你才是傻狗，你全家都是傻狗！我的天，这土狗居然会说话！没见过世面的傻叉！你才是傻叉，信不信我掐死你！一只土狗嘴这么臭，你来掐我试试，本王一眼就能瞪爆你的头！一番舌战后，胡小南重新加入了大黄。占卜结果是微弱的黄光，危险不大，虽然不是绿光，但已经足够了。夜晚，铁柱偷偷在空间里拿出了一辆重型卡车，直奔仓库。前赴后继的丧尸都被撞飞。冲进仓库后，为首的一阶男人刚要发动异能，直接被大黄脸给瞪死了。为首的叫李天的男人则是被铁柱一给劈了，咔嚓一声，李天一命呜呼。生鲜仓库非常之大，占地面积高达12000平米，物资多到难以计数。发了，这次是真的一波肥了。我叫白姐，以前是这个仓库的会计人，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。哦，交易，说来听听。
我想请你们护送我们出去，只要出了西门就可以，报酬就是这家仓库的全部物资，你想拿多少拿多少。你这话搞得好像这仓库是你的了，我嘎了你照样可以拿到物资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只要我按下手中的按钮，仓库的警报装置就会响彻整个公司，到时候成百上千的丧尸就会把这个仓库堵水泄不通，你们再厉害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丧尸，这样你还敢赶我吗？但是下一秒，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，因为铁柱脚步一跨，抬手就扣住了他的脖子，白皙的脖梗咔嚓一下被捏断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方平，你带着胡小南和大黄去启动车，我去仓库搜刮物资。第一个仓库是冷冻海鲜，各种海鲜鱼类；第二个仓库是冷冻肉类，各种牛羊肉和牛肉等，收走，统统收走。第三个是保鲜蔬菜，各种丰富蔬菜，蔬菜内肯定也得要啊，光吃肉可不行，还得补充维生素，收走，收走。还有一些半成品熟食，比如鸡排、饺子、生煎包、酥肉、丸子、火锅底料等等。冷冻区域的物资最多，足足搜刮了9万吨，还有几千箱的雪糕，各种水果，西红柿、柠檬、火龙果什么的，总共4万吨。老大已经有7、800只丧尸堵在门口了，还有更多丧尸赶过来。那个警报器太恶心了，仓库的门马上就要挤开了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至于戒指暴露的风险，不用担心了。剩下那10几个人很快会被丧尸群淹没了。老大，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在一直跟着我们。老板，后轮胎爆了一个，速度慢了点，但没关系，丧尸追不上，路上应该不会有了。靠，怎么又爆了一个？这路障哪来的？不是路障，而是丧尸搞的。你们下车，开着电动车往回走，我来搞定他们。不行，老板你别搞这些煽情的东西，这些1级丧尸破不了我的防。你们留下来只会拖后腿，你们先回超市。好，老板你小心。哼，人神启动！紧了上来，但尖锐的牙齿咬在皮肤上，居然直接崩断了。个别几个机灵的丧尸都傻了，这还是人类的皮肤吗？他们想要逃跑，但被轻易砍了脑袋。果不其然，隐藏在丧尸群中，某个丧尸坐不住了，唰的一声，他举着一把菜刀在身后砍向铁柱的脖梗。果然是一只2级丧尸，而且还是智慧型的。这只丧尸智力非常高，明明是高级丧尸才有的进化，它2级就已经有了，横跨了足足4级还多。这样的丧尸未来绝对威胁很大，既然见到，那么无论如何都得把它干掉。你没事吧，老板？没事，我先休息了。方哥，你说老板是不是和我们不太一样？肯定不一样啊！老板英明神武，机智聪明，战力超群，那不是很正常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咱们回来超市，你没发现货架和仓库的东西都清空吗？应是被老板提前收走了吧？然后呢？但没看到老板有运货的痕迹哎，你说会不会有第2种异能，比如空间异能？小胡，心里明白就好，咱们只需要尽心尽责就好，以最大程度的帮助老板，以后前途肯定一片光明。大黄，你去把昨天我杀的丧尸金盒取来。可我就算能取金盒，但怎么全部收集起来呢？你看，这是我连夜给你改了个儿童款背包。你到底是爸爸还是狗？一通彩虹屁股吹下，大黄最终还是去了，耗费了2个小时回归了，带回182颗金盒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铁柱4人耗费了足足5天时间，刷光了小区1号楼的所有丧尸，收获了632颗1级金盒，物资忽略不计。而铁柱也在这一天率先晋升为3级觉醒者，并领悟了第3个技能雷霆附魔，就是释放雷电，并且附着在武器上。而方平和大黄也升到了3级，吴小南距离3级还有点远，但2级也有了基础的战斗力。这段时间，铁柱也招到的几个幸存者，会暗影突袭的许墨，会治疗的许梦妍。末世后第20天，自来水也被污染，只能喝矿泉水。眼下我有几千吨矿泉水，但是以后肯定会用完。看来要想解决水的问题，必须找到光明系的觉醒者，用技能净化之光来净化水资源。可问题在于，光明系的觉醒者太稀少了，
这个问题暂时是没办法解决的，只能慢慢等了，看看将来是否有所转机。几天下来，小队加上之前累积的，现在总共1339颗1级晶核，2级晶核只有1颗。许墨和许梦妍也陆续升到了2级，而且也领悟了自己的技能。许墨能够操控人的影子，悄无声息地进行暗杀，名为操影。许梦妍领悟的技能是光域，简而言之，可以用光来治愈友军，治愈效果十分惊人，只要不是缺胳膊断腿，都能治愈如初。老板，最近路过咱们超市的觉醒者越来越多了，有的还敲门假意来试探咱们有几个人。现在附近物资越来越少了，他们好像有点坐不住了。目前有几个小队？明面上只有2个，背地里不清楚，但估计有4个小队。少了，是6个。6个小队？老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潜入土里的时间太短了，暂时没办法窃听敌人的情报，所以我让大黄去探查了。目前他们并不知道变异生物的存在，所以不会在意一只狗在附近偷听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现在要动手吗？不急，我们需要找个机会一网打尽才行，也要借此一举震慑其他人。老板，万一等我们走了，他们又闯进来呢？你在大门口喷上红色喷漆，写上此地有主，擅闯者死。如果他们无视警告进超市，那等咱们回来就和他们清算这笔账。隔壁房间里面点着几根蜡烛，看起来氛围有些昏暗，但里面却聚集了很多人，有36个。吴彦祖，我们是听说你和隔壁这家老板关系挺好的，我希望你可以当我们的介绍人，让我们跟他借点物资。你们想借多少？事先说好，这我不能打包票。不多不多，就超市所有物资罢了。老子可不陪你玩。是吗？那就别怪我对你的相好下手了。你们到底想要干嘛？小雅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，为什么把他牵扯进来？你只要晚上去超市找他喝酒，然后偷偷下药，不需要迷晕所有人，只要超市老板和那个方婷其中一人倒了，那就算成功，我就放了你女人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这群人是真没种，居然让吴彦祖来下药。你为了女人出卖兄弟，哪怕是迫于无奈，但那也不是你坑害朋友的理由。如果他真这么做了，那么很抱歉了。连续13次考试，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。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设计要拆穿我。江南，你就不能给我好好考试吗？不要以为你之前考试能够及格就了不起，这次数学突击考，你难道还可以及格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哼，看样子你很自信啊，不如咱打个赌，这次考试若你还能及格，那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，但若及不了格，嘿嘿，以后你就必须认真学习，非休息时间不能睡觉。老师你确定吗？只要我这次考试及格，以后上课睡觉你都不再管？千真万确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开玩笑，这次数学考试你奈及格的离谱程度就跟男足夺冠世界杯差不多，毕竟这试卷题目的难度绝对是地狱级别的，就算是每次考试都霸榜全班第一，年级前10的班长秦雨墨也不一定能及格，何况是你这个仅仅在及格线上的江南。胡一菲前脚刚走，江南后脚又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起来，让他起来答题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早在开考的10分钟内他就全部答完了，且保证得分90，丝毫不差，毕竟他可是一名穿越者。1年前，江南因为过于拼搏码字而猝死在键盘上，随即穿越到这个与原本世界相类似的平行世界，并拥有自己的系统，但这个系统却有一个坑爹的名字——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。说这系统有些坑，只因江南每次考试之前，系统都会发布控分任务，让他必须考取及格线，才能获得一定的血魔积分，并提高自身属性。这血魔积分可是牛逼克拉斯，不仅可以用来增加自己学科的级别，还能够用来抽取各种物品奖励，例如豪宅别墅、跑车游轮，乃至飞机火箭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但这1年来，江南每次获得的血魔积分却从未用来抽奖，而全都用来提升学科级别。嘿嘿，老班呐老班，对于数学9级的我来说，这次考试及格还不是轻而易举，你就等着认输吧。干饭了，干饭了！听说今天食堂有超大份的红烧肉，慢了可就被抢光了。冲呀！当听见干饭这2字，江南一个机灵就清醒了过来，两腿晃如风火轮，咻的一声就将众人全都甩在身后。卧槽！上课瞌睡王，食堂干饭王，这速度！男神，等等我们呀！嘴下留情，可别把红烧肉吃光了。当众人赶到的时候，食堂早已是人山人海。男神，你真是绝了！一人吃我们3人份，以后我这大胃王的称号也让给你算了。这个称号还是你留着吧。
怎么，小花你后上不太够色啊？是因没抢到红收入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忍痛把我这份让给你，反正男生碗里多，我蹭他的车。嘿嘿嘿。校花白莹莹并没有搭理王胖子，转头看向江南。江南，你跟班主任打赌，说这次考试肯定能及格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你知道我的水平，虽考不出你那样的高分，但保证及格还是没问题的。可你不觉得这次考试很难吗？难吗？这不过是你们这些学霸的推辞罢了。每次考试结束都抱怨考试太难，可成绩出来之后呢，啪啪打中人的脸。江南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那些题目实在太难了，王胖子不知道很正常，但你难道没发现吗？发现什么？这次数学突击考试用的可都是全国奥数竞赛的模拟试题啊，我估计连30分都拿不到，更别说及格。什么？你说的啥玩意儿？这特么是全国奥数模拟题？完了完了，要出事了！白莹莹可是在学校名列前5的学霸，如果连她也只能拿30分，而江南却拿了90分，这样一对比，可就要出大问题了。曹老师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突然给我们班来了个突击考试，而其他班级却没有？重点是这份卷子可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呀，现在距离高考也就100多天了，该是给学生们加油打气的时候，你却突然给我们4班来这么一手降维打击。胡老师你先别急，很快我就会给你答案。曹天元不等胡一菲反应，便开始翻起了卷子。找到了，就是他，江南。曹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胡老师，你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江南他居然得了90分。胡老师，真是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卧麒麟啊！这小子这下藏不住了。这位江同学，从上学期开始，他已经连续有12次考试得分90，丝毫不差。再加上这一回就是13次，你不会以为这只是意外吧？连续13次考试都同分，这不比中彩票还难？尤其是这回的奥数模拟考，别人都难以及格，而他却能得到90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他在控分？一场奥数突击考，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，校花30分。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，我进了5大学霸考的第一。Oh my god！ 居然有人考到了90分，老师那个是谁？这还用说，考第一的绝对是咱们的班长大人秦雨墨啊！我看未必，或许是苏雨嘞。瞬间，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，纷纷猜测这个第一名到底是谁。不要猜了，这次考试的第一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黑马，他就是江南。考！终于还是来了。老师，您是说这个一上课就打瞌睡的江南是这匹逆袭的黑马？你不会搞错了吧？没错，这次考第一的人就是江南同学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大家也别太惊讶了，江南同学平时很努力，大家也有目共睹。我特意让江南同学站着，就是想好好表扬他一下，希望他再接再厉。好，老班啊老班，你这哪是表扬我，分明是给我下套，拉仇恨啊！瞬间，江南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平日很努力，他平日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，有个屁的努力。我让你小子控分，这下看你还怎么藏。好了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好家伙，南山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隐藏的学霸？我才考了30分，你却考了90，真没想到，你之前说这次考试能及格，居然是真的。运气都是运气，我可不是学霸，只是恰好之前做过这些题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一个平日考试只能及格的人，怎么会突然考全班第一？原来是之前做过，这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，跟作弊又有何区别？所以放你养的狗臭屁，你他妈在说谁呢？男生考第一，凭的是自己本事，怎么能是作弊呢？作为江南的好兄弟，王胖子瞬间怒了。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事先知道答案，不就是作弊吗？要我说，你既然早就做过，还知道答案，就应该拿满分才对。可结果却只是堪堪及格罢了。所以学渣就是学渣，永远成不了学霸。呦，你们嫉妒心未免也太重了吧？还是心胸狭窄，见不得他人优秀。我说我之前做过这些题，那是我低调，但我低调并不代表我好惹。你们能闭上臭嘴最好，若闭不上，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。切，走啦，你这种人做甚？垃圾！就在此时，一道倩影走到江南面前。江南，这最后一道大题我怎么都算不出来，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？班长，你数学那么厉害，应该没必要问我吧？何况别人都以为我作弊来着。不，你不可能作弊。这次考试的模拟题都很复杂，需要十分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，尤其是最后一道题，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，就算给你答案你都记不住。
所以作弊是没用的。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江南忽悠其他人简单，但忽悠秦雨墨这种拿学习当饭吃的学霸却难了。江南，难得还有咱们班长不会的题，你就大方给他讲讲吧。怎么？难道不愿教我吗？或者是你讨厌我，还是怕教会了我，下次考试我就再次超过你了？注定是躲不掉了。好吧，其实这题很容易。首先，若 x 等于 y， 则 x2 加 3x 是完全平方数，因 x2 小于 x2。江南思路清晰，一气呵成，没有半点停顿，几个呼吸的功夫，他就演算出了最后的答案。周围的人全傻眼了。我去，江南，谢谢你，你数学的确很厉害，尤其是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，真的太强了。江南，你太棒了。那个江南同学，这道题老师讲了，但我还是不太懂，你能教我吗？一时间，江南成了全班最靓的仔，不少人都凑到面前，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你妈被这么多女生围着，太他妈幸福了！你这样一网打尽，根本不给兄弟我留活路啊！最终，张浩实在看不下去，下节物理课就要开始了，之前老师曾布置过作业，大家赶紧交一下。此话一出，江南旁边瞬间空了。毕竟物理老师可是老顽固，交代下来的作业若不交，麻烦可不小。江南，你的作业呢？没写。江南，待会是物理课，你不交作业，物理老师可不会饶你。无所谓。张浩，你别急，江南可能是没带。不用替我解释，班里不交作业的多了，即便交了也都是抄袭，大家谁不是心知肚明？某些人就是故意找茬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作业没写不交，还如此理直气壮，待会可别怪我告诉老师，你等着吧。老师，这次作业班里50人，我只收了49本，还有1人说没写不交。谁没交？江南。又是这个臭小子！江南，这都上课了，你还没睡醒吗？给我起来！你为什么不交作业？没写。为什么没写？因为太简单，都会。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。完犊子了，这次我都没办法帮男神解释了，该怎么办呀？觉得太简单是吧？那我随便出几道题，你若都能做出来，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。一场奥数突击考，我以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。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物理老顽固却当众给我下达战书。江南，我随便出几道题，你若能做出来，以后怎么睡我都不管。老师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，洞深4.916米，耗时1秒。请问熊是什么颜色？你妈，这是什么变态题目？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好吧？这是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？老师，你在故意刁难人？不对，是在故意刁难江南。江南，要不我给你降低点难度，你从黑、白、灰、棕4个答案里选吧。老师，以上答案我都不选，正确答案是熊是无色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江南，不会做就不会做，还说什么熊无色？老师都说了，从黑、白、灰、棕4种颜色里面选，你却说熊无色，真是笑死个人。手机前的你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吗？你最好赶紧认错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一时间教室里好不热闹。够了，都别说了，江南的答案是正确的。老师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？您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饶过江南啊！真是无知啊！江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谁无知呢？我说你们又怎么了？居然连无色熊都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无知吗？真是笑话！这世上只有黑、白、灰、棕等颜色的熊，哪来的无色熊？若真有，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。既然你要吃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？江南，你少在这儿胡扯，北极熊明明是白的。说你无知，还真是无知。北极熊的白色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。实际上，其毛发空心透明，根本没有颜色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自称学霸？你学个鸡毛啊！鸡毛，哈哈哈！张浩是学鸡毛，哈哈哈哈！我操，江南说的是真的。前途上说北极熊毛发真是无色。话未说完，这位同学的声音就压低了下去，只因他突然醒悟自己要完蛋了。江南，就算北极熊是无色，那又如何证明这就是答案？你们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老师出的这道题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。根据公式 h 等于1/2星号 GT2， 其中 h 是4916 t 11秒，代入进去很容易算出距是9832，这是北极或者南极的重力加速度。
而南极没有熊，自然是北极熊，所以熊无色就是答案。江南轻松说出了解题思路，随即话落，教室里瞬间变得落针可闻，一个个看向江南的目光都彻底变了，由之前的怀疑变为信服。没看出来，这小子的实力不一般啊！为了刁难他，我甚至还特意挖了个坑，给出了4个假答案，没想到他却直接避开陷阱，干脆利落说出了答案，还给出了解题思路。这学生有点本事，貌似是我过去看走眼了。呵，不错，你的思路很正确，不过这道题确实不难，只要转换一下思维，很容易解出来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把这第2道题也解出来看看。请出题。甲1，丙3辆汽车以相同速度经过某路标之后，甲车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，乙车先加速后减速运动，丙车先减速后加速，但他们经过下一路标时速度又相同，则 A 甲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B 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C 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D 3车同时到达下一个路标。你妈，老子直接看晕了，又是加速又是减速的，江南不是牛皮吗？赶紧做出来看看，我就不相信这题你也会，嘿嘿。此时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向江南，答案是 B。顿时，在场所有人都把好奇的目光转向台上的物理老师谢宏伟，答案是对的。男神又对了，真厉害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那么厉害？记得以前他物理成绩很一般啊，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名，可现在却……说说你的解题思路。很简单，3车位移相同，平均速度以最快，自然乙车耗时最少。但江南戛然而止，继续啊！说完了，那你就这么简单没了。老师，江南的思路对吗？江南，我就不信这道题你也能答出来。在大气中，将一容积为 0.50m3 次方的一端封闭，一端开口的圆碱筒底朝上，碱口朝下竖直插入水池中，然后放手平衡时，碱内空气的体积为 0.40m3 次方，涉大气的压强与涉 m 高水柱产生的压强相同，则筒内外水面的高度差为……此时老师还没来得及写出选项，江南却直接出说了答案。意不意外？他妈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某场物理竞赛的预赛试题啊，比高考压轴题还要难的那种。他竟然直接心算秒答，这简直是要逆天了，好吧？老师，这些题也太简单了，根本没难度啊！要不你再出个难点的试试？连续13次考试，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，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没想到班主任竟然设计要拆穿我。江南同学，你醒了吗？张浩，真慢，你又想找男神的茬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记得上课的时候，你说只要世上真有五色书，就把桌子省吃来着。现在来的正好，赶紧追赛吧。王胖子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张浩什么时候说要生吃桌子了？就是他根本没说过这话。何况张浩找的是江南，不关你的事。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做什么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今夜知乎大卷，你们又想欺负人吗？有，之前张浩说生吃桌子的事，应该全班人都听到了，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吧？我本想的算了，毕竟都是同学，结果你们还要惹我，莫非真以为我没脾气？要么赶紧走开，不然我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玩。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江南本不想计较，可结果对方非要一而再的找茬，那就别怪他不讲武德，降维打击了。那个江南同学，你误会了，大家都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而是告诉你，物理老师让你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还有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在这里我跟你道歉。由于画面逆转的太快，黄四海这几个吃瓜群众一时都没反应过来。江南，我承认你物理很厉害，不过我也不会差，我肯定会追上你的。小子，你等着吧，这事没完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弄你。然而江南却一脸的无所谓，在他眼里他们不过就是作威作福的战五渣罢了，对他来说睡觉才是头等大事，毕竟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悟性，学习效率是普通人千百倍，但副作用是极耗精神力，而精神力却需要靠睡觉来补充，这就是他上课打瞌睡的原因。胡老师跟你说个事，你可不要太激动，你们班的江南可是了不得呀，他的天赋和实力绝对能称得上是传说中的物理天才，超级学霸，以后这个学生就交给我了。谢宏伟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完，班主任胡一飞、曹天元却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惊讶和激动，反而淡定了一批。怎么，胡老师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？谢老师你误会了，你的话我肯定相信的，只是你建议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专攻物理竞赛，这不太可取。此话一出，谢宏伟当即大怒。胡老师你疯了吗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
而且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那种。但他在其他科目上水平一般，所以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物理上来，不然就是浪费天赋。如果不让江南专攻物理，你将是学校的罪人，是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，该被钉在耻辱柱上，不可饶恕。哪里？胡一菲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教学向来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怎么就成了学校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？你就是这样教学当班主任的吗？难怪学校名声越来越差，优秀拔尖的学生越来越少。这位被同学们称为红星13妹、圣斗士乃至夺命女魔头的胡一菲，此时被对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老谢，人家胡老师都没把话说完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早在你来之前，我就跟胡老师说好了，江南将代表学校去参加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所以你让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而专攻物理，我曹天元是第一个不答应。老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要让江南去参加奥数竞赛？没错，这点胡老师已经答应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又不是数学天才，你居然让他去参加奥数，疯了吧你？哼，你才疯了！实话告诉你，他不仅是物理天才，更是数学天才，甚至在其他科目上实力都不差。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发现他有这实力的，胡老师是第2个，你只能排老3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既是物理天才，又是数学天才？突然，一个且不可思议的念头浮现在谢宏伟脑海之中。难道这江南过去一直在扮猪吃虎？你猜的没错，江南过去是故意在隐藏实力，每一科的每次考试都表现平常，成绩都在及格线。其实他是在控分，但实际上他就是超级学霸，数学天赋排在第1。我操，难怪之前江南物理成绩一般，可今天却逆天崛起，一鸣惊人。原来是故意隐藏实力，甚至考试时还控分，这脑回路太他妈惊人啊！谢老师啊，你居然也有目瞪口呆的时候。刚才你批老娘可是批得很了，现在却跟个二傻子一样，青筋直冒。不对呀，老曹，你刚才说江南数学天赋排第1，胡说八道。江南明明物理天赋才是第1，且我已经在课上验证过。你才胡说，江南数学最厉害，物理最厉害，数学。霎时间，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。一旁的胡一菲看不下去了，作为江南的班主任，老娘岂能不知江南哪方面天赋最强？我还没开口，你们2个任课教师争个屁！就在此时，办公室的门就被猛然推开。胡老师，跟你说个事，你可不要太激动。江南他是体育天才。一场奥数突击考，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，校花30分。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，我进了125大学霸考的第1。江南同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数学行，物理行，现在体育也行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行的？这字有些奇异啊！身为男人，怎能说自己不行？不仅要行，还要都行。那个老师什么行不行的，我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你还不摊牌吗？现在曹老师和谢老师都在这，你明明各科成绩都很好，可谓全能型的学霸，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要控分？果然，控分的事被发现了。不过让我当众承认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控分的科目可不止语文、数学和物理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真听不懂啊！控分是什么意思？这词有点奇怪。江南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已经将你这1年来每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对比过了。1、2次可以是巧合，但哪有10几次都是巧合的？且不是一科，而是全科。胡老师别生气，江南不承认，肯定是有他的苦衷的。江南，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控分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何必藏着掖着？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若说你们之前没商量过，鬼都不信。江南，你是天才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你不愿被人关注，所以做出考试控分的事，这也是能理解的。但我更希望你应该多表现一点，骄傲一点，甚至狂妄一点。比如今天你在我物理课上可谓一顿操作猛如虎，那就很好吗？真让人热血沸腾。这是想3英战吕布吗？小爷就是不搭话，任凭风浪起，也不变应万变。你们又能奈我何？江南同学，别的我就不跟你说的，这控分的事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都没关系。反正我知道你数学很厉害，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还有物理竞赛，到时候你也得参加。以你今天在课上表现，拿个国一问题不大。我要求不高，毕竟语文没竞赛。但身为你班主任，下周学校会进行高3第1次月考，你给我拿个全校第1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考！奥数国一，物竞国一，再加上全校第1，这是要逼我死吗？何况拿不拿第1又不是我说了算。
这得看系统心情啊。老师，你们可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，我就是个学渣，万一我考差了怎么办？以你的水平，考个全校第一是绝对没问题，除非你还想控分故意放水。若真是如此，事后可别怪我让你好看。你不是喜欢上课睡觉吗？信不信以后所有语文课都专点你的名，我让你睡不安宁。胡一菲此刻气场全开，她那圣斗士、灭绝师太、夺命女魔头的称号，自然不是泥捏的。老师，你用睡觉来要挟我不好吧？毕竟你跟我打了赌，只要我数学考试及格，就再也不管我睡觉来着。你可不能出尔反尔。我就出尔反尔怎么着吧？总之，我就看你下周考试的表现。你若不能让我满意，我还会让曹老师、谢老师在数学和物理课点你名，甚至其他科目我也会不定时去查看，让你绝对没法睡觉。若这还治不了你，那我就只能家访了。这杀手锏我是不想用的，毕竟打扰你父母也不好。可你不要逼我。身为班主任，胡一菲不仅愿赌却不服输，出尔反尔，甚至还要偷家。若说不能睡觉是江南的软肋，那偷家就是他的逆鳞，这真是不讲武德啊！而旁边的曹天元和谢宏伟此时已经开始憧憬江南在竞赛上大杀四方、大放光彩的一幕了。怎么，你还没回家？这不是等你吗？下次你先走，不要等我了。江南有两大铁，一是王胖子，二就是白英英。甚至在江南穿越来所获得的记忆里，他认识白英英的时间比王胖子还早得多。江南，明早上我去找你哈。明天周末，你找我干嘛？找你给我辅导。辅导？你可是学霸，还要我辅导吗？学霸又怎么呢？现在你不只是学霸，更是学神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可是我想睡觉。那我不管，你是我死党，我被秦雨墨压了3年，都要绝望了。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，必须帮助我，让我超越他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白英英不给江南反驳的机会，便踩着轻快步伐，哼着小调跑远了。在学校被老师逼迫，好不容易放学回家，想周末睡个懒觉，还要被白英英那妞压榨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呀。江南，难得你高3了还有假期回家，来，赶紧陪老爸喝一盅。喝喝喝，就知道喝。楠楠还在上学，你敢带他喝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这不是楠楠回来高兴吗？高兴个屁，你就是想找个理由。我可警告你，你敢在楠楠面前喝，我就把你的酒全收了，让你以后喝西北风去。此话一出，江高远吓得赶紧收了起来。在江家，大事江父说了算，小事江武说了算，而事之大小则由江武说了算。自然，江高远不敢跟周秀琴硬碰硬。见此，江南只是会心一笑。虽然他爸妈偶有吵闹拌嘴，可他很喜欢家里的氛围，平淡真实，弥补了记忆深处的一丝缺憾。哈！江南大懒虫，快起床啦！我去！白莹莹，你个女流氓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愣在这里干嘛？捂着眼睛却开条缝隙是什么意思？还看？出去！我要穿衣服。一场奥数突击考，我以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。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要设计拆穿。系统要求本次体能测试请获得100分。啥？体测也要控分？100分那可是满分啊！往日控分不都是及格线吗？而现在却要让我一鸣惊人，莫非系统你变性了，还是拿错了剧本？江南，这1000米耐力跑，你有没有胆量跟我和大军比一场？金燕子，胡大军，你们是属狗屁狗友的吧？整天没事找事惹新人。哼，王胖子，你是江南的狗吗？这么维护他，这不关你事，滚开！你们找我茬也就算了，还敢骂我兄弟，简直就是找死！今天要好好教训这2人一番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江南怎么没有胆量跟我们比一场吗？这可是你们要比的，别怪我到时候脚下不留情。说说吧，怎么个比法？很简单，看谁跑得快就成。我们也不欺负你，只要你能胜过我们俩其中一个，就算你赢。奶婶，你万万不能跟他们比啊！别忘了，他们俩都是体育生，还是校前竞队的，最擅长跑步。这2年的校运动会，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，他们可都拿了名次的。胖子，你放心，就这2歪瓜裂枣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中。今天我就要教训他们。口气倒是不小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咱们不如来点赌注。如果你输了，就当做全班人的面向我下跪承认自己不行，如何？金燕子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可不要太过分了。胖子，淡定，这赌注可以，只不过若你们输了又如何？如果我们输了，同样当众向你下跪，并承认我们不行就是。好，大家可都听见了哈，他们是自愿的，没人逼他。待会输了，你们都要来做见证。
丁妍子、胡大军虽然学习是班里的吊车尾，在体能上确实当之无愧的王者，尤其是跑步这一项，他们军夺过冠亚军。班里众人不禁为江南捏了一把冷汗，周围的好事者们议论纷纷，基本上都不看好江南。男神是疯了吗？他居然敢跟胡大军比跑步！胖子，你刚不是和江南在一块吗？怎么不劝着点？我劝了，但我劝不住啊。男神，你刚实在太冲动了，要不我替你去跟丁妍子他们服个软算了，总比待会输了被当众羞辱的强。胖子、英英，你们两个急啥？放心吧，我既然敢这么做，自然有把握能赢，没事。大家都来集合，男生1000米，4分35秒及格，切记，安全第一，友谊第一。随着体育老师王大人一声令下，众人一窝蜂地冲了出去。林妍子和胡大军一开跑，他们便双骑绝尘，囊括了第1和第2名，将其他人都远远甩在身后。江南，你特么就是傻缺，居然敢跟我们比赛跑，不自量力！看我们这次怎么将你碾压！若不快上你20秒，我们都不叫极速双雄，你就等着跪地认输吧！丁妍子、胡大军内心充满得意，但就在此时，一道疾风如闪电般驶来。尼玛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超过，必须再加把劲！丁妍子和胡大军都十分默契，将所有力气灌注在了双腿上。这一刻，他们只感觉要超越极限，热血沸腾。喂，我说你们速度很一般啊，跟蜗牛一样，就这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瞬间，两人惊呆了。这可是1000米快跑，正在全力冲刺中啊！这家伙居然还有余力说话。他俩此时早就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。而江南连大喘都没有。好了，不跟你们瞎扯了。瞬间，江南火力全开，不一会的功夫，江南就冲刺到了终点。反观丁妍子、胡大军，扑通一下摔了个狗吃屎，直接跪在了江南面前。你们俩也太客气了吧，这么着急给我当众下跪！我操！男神真他妈666啊！数学碾压苏雨，物理碾压张浩，跑步还能压丁妍子和胡大军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！服了，彻彻底底的服了。江南，你实在太棒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跑步这么厉害，爱了爱了。老师，那个丁妍子和胡大军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放心，都只是轻微擦伤，已经送医务室了，没多大事儿。倒是你小子很不简单啊，居然把他们玩虐了，确实厉害。我带了你快3年，居然都没发现。我就是瞎跑，平日没怎么练习，只能算一般般吧。一般般？不，这可不是一般般了。刚才我看你跑得很轻松，显然留有余力。如果全力以赴的话，跑到2分40秒不成问题。老师，哈哈哈，别叫老师，以后叫我老王。老王，可是我……别啥可是的，听我的，没毛病。有我给你特训，再加上你这天赋异禀，护体验体不一定，但一个成体恶体是跑不了的。老师，这是难办哈，我对体育不感兴趣。哼，这事你说了不算，我去找你班主任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当前可抽奖次数2次，是否抽奖？抽奖。叮，恭喜中奖，获得盐灵果1个，大力巧克力1块。这盐灵果和大力巧克力是什么鬼？盐灵果服用后改善容貌，使人颜值在原基础上提升10倍，达到完美无瑕、灵气逼人的地步。大力巧克力服用后增强体质，在原基础上永久提高10%，但会有轻微副作用，如肚饿、拉肚子。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但这大力巧克力的副作用我可不敢吃，毕竟我的饭量已经相当惊人了，不如把它给王胖子。小子，你就睡吧，尽管睡，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一，你怎么睡我都不管。但若是你没拿到第一，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同学们，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，虽然只是月考，却十分重要。瞬间，在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凝神灌注听讲，甚至连后排的那些学渣都收起小动作，但江南却毫不客气的在呼呼大睡。若是别人，胡一菲早就使出弹一闪、奔为拳、乾坤意志的加强版、闪电九连弹等绝招了。然而，对于江南，他却硬生生忍住了。这算什么？我们学啊学，他去试啊试，都咸鱼到如此地步了，成绩还那么好，老天你怎么不叫雷劈死他？班主任胡一菲，外语老师雪里阳，化学老师杜明晃，生物老师亚克汤，你们不向来都毫无人性的吗？曹天元和谢宏伟不管可以理解，毕竟江南这2门课很厉害，可其他课呢？语文、外语、化学、生物方面，江南貌似很一般吧？结果你们都不管，是对江南放弃治疗了，还是故作偏心？难道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尤其是惹里阳，讲课就讲课，还时不时的偷瞄江南，四镜如天人是什么鬼？除了白茵茵和王胖子，班里其他同学心里可真是五味杂陈，思绪纷飞。下课了，下课了，
江南，我承认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，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，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，相信明天的考试肯定会超过你的，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，我才是物理课代表，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。张浩当众朝江南撂下这么一段宣言，随后就跑了。你是物理课代表没错呀，我又没想要抢走你的职位，你用得着对我如此敌忾吗？貌似每次物理考试你都比我厉害吧，真是有病。江南只感到莫名其妙，但没等他缓过神，又有一人攥紧拳头来到面前。江南，我也承认，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，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，你却考了第1。但我跟张浩一样，明天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，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。江南，我才是外语课代表，在外语上我不比任何人差。一时间，江南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众人纷纷撂下狠话。班长，莫非你也？江南，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藏拙，而是全力以赴，考出你的真实水平。我没藏拙呀。不，你肯定藏拙了。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，其他科目绝不会差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，而不需要你让我。有病吧你们，一个个的跟吃了枪药一样，这也要战胜我，那也要战胜我，真是吃饱了没事干，有这功夫早点去食堂干饭不香吗？明明我们才是个科最优秀的，是老师最看重的，凭什么被江南抢走风头？对，凭什么被这个瞌睡王超越？明天考试一定要跟他较个高低，决个胜负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居然敢对你下战书，甚至连秦雨墨都如此。江南，你可要加油，明天考试绝不能放水，一定要灭灭他们的威风，踩踩他们的气焰。烦死了！灭威风，踩气焰，说起来简单，可做起来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但这不由江南控制啊。如果系统控分还是及格线，他总不能为了争口气就考满分吧？这种费力不讨好、进出风头却得不到系统积分的事，他才不干呢！我操！要完蛋！胡一菲监考绝对会死盯着自己了，我还怎么控分？怎么放水？难道真要让自己做费力不讨好的事？下一秒他就惊讶了，只因系统任务终于来了，但与往常让他控分在及格线的任务截然不同，这一次居然是本次语文考试仅获得150分。150分？莫非系统真的变心了？既然系统要求了，那小爷就不再放水了，正好可以让胡一菲不找麻烦，让昨天那群放狠话的小子再打次脸。很快试卷就发了下来，当别的同学才刚写完名字考号开始看题的时候，江南已经飞速作答了，从基础选择题到古诗词鉴赏，到文言文分析，到阅读理解，再到他速度很快，基本上是扫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了，完全不需要多想，可以说是眼快心快手更快。好快，他难道都不用看题思考一下的吗？还是说这次考试太简单了？抱着好奇的态度，胡一菲拿过一份空白卷子，我倒要看看这题目是有多简单，以至于江南连想都不用想。的确，前面的选择题和诗词默写只要学生基础牢固，跟送分没啥区别，但到后面胡一菲顿时惊呆了。纳尼？这题是谁出的呀？你确定这是给学生做的？卷子开头很简单，诗词鉴赏加大点难度可以理解，但这文言文是什么鬼？原文如下：预是什么意思？最后请通篇翻译全文。尼玛，这出题组的人有病吧？还是说这特么是出错题了？难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这确定是给我们出的文言文吗？一堆读音相同的字放在一块，谁他妈知道呦呦呦的是什么意思？探探对本文的理解，老子都看不懂，能有个屁的理解？你讲雷劈死出题人吧？这是给人做的吗？妈的，这狗卷子老子不考了。这位同学现在还在考试，请回到自己座位上，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，不能离开考场，不然将按0分处理。0分就0分，我试卷都丢了，还考个屁！瞬间考场躁动，同学们被考得纷纷崩溃。胡一菲气不打一处来，气冲冲地杀到了教研组。你看你们出的好题，连我都有压力，现在把学生都逼崩溃了，很得意吗？你看你们出的这些题，是想把我的学生都搞崩溃吗？距离高考只差100天了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那个胡老师，你别着急，这题不是咱学校出的，是来自是你。虽然这明面上只是1次月考，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市年考，其他老师也都反映过了，我已经紧急联系是你的出题组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出题的这个人是故意想打击学生的信心吗？这人其心可诛啊！胡老师，你别急嘛，你先回去安抚学生们考着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哼！胡一菲心里虽然愤懑不解，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安抚同学们了。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急，不要慌，
要稳住，考试不就是考的一个心态吗？要知道你不会做的，别的同学也不一定会。大家先略过前面不会的，把后面的做完。老师，你真是睁着眼说瞎话！什么叫我不会的，别人也不会？我前面这位从开考到现在，笔就没停过，而且我用盗版写轮眼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全做了，这些题对他来说那就是小意思。这后面的作文题，确定是给我们高中生做的吗？算了，我也不考了，0分就0分吧。诗歌鉴赏难，文言文难，现在占了足有60分的作文题，也这么难，这次考试绝他妈是跪了！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劳资不如玩去，0分变0分，也不伺候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学丁言子吗？我希望你不要闹小情绪。此时无论胡一菲怎么安抚，心态崩了就是崩了，尤其是在有人带头前提下，随之又有好几人把剑一交，愤然离开。胡一菲看了看这些人的卷子，做的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，不用说，都是学渣中的学渣。走了就走了吧，总不能强行把人给留下。不知道江南做的怎么样了？此时的江南过5关斩6将，一路杀到了作文题。作文是非命题，所以能联想的很多，只要契合题意，写的方向更多。60分打个30-40分再简单不过，但想上50分就要看作文功底了。这次系统的控分任务是满分，那意味着我这篇作文必须拿60分才行。但语文想考满分，那真是千难万难，尤其是作文，满分的作文更是凤毛麟角，因为这特么就没有精准的评分标准啊。嘿嘿，有了，这题感觉也没啥难度啊，都不够小爷喝一壶的。此时胡一菲带着一丝好奇，以徐氏为由，来到江南身后。当他一眼看过去的时候，瞬间惊呆了。卧槽，文言文，江南居然用文言文写作，这怎么可能？正文如下：尼玛，这还是人吗？老娘可是语文老师，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，且是硕士研究生，想当年也没少写出好的作文，可跟江南一比，这打击不得不说有点大呀，太妖孽了！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控分大神、超级学霸江南的真正实力吗？总算搞定了，这起码费了我3成功力，不信拿不到满分。老师，你什么时候站着我身后的？江南，你要干什么？做完了交卷啊。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了？都做了呀。就算做了，你也应该检查一下，不小心做错了怎么办？用不着，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老师你放心，这次我没放水。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看看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没看见教室里不少人都抓耳挠腮、磨牙切齿，甚至崩溃弃考了吗？可你却说很简单，你难道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仅是胡一菲，还有考场里正考试的其他同学，一个个的都差点一口血卡在喉咙里。男士啊，快收了你的生虫吧，我们小心脏受不住了。靠，我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没做，作文更是没开始，可你却都做完了，你这手速比万年黄金单身汉还快，怎么练出来的？等等，江南，考场有规定，最后15分钟才能交卷离开，现在时间还没到，否则就是0分处理。时间没到不能交卷，这时间过得也太慢了吧。江南无奈，只好回到座位睡了起来。看看，难道这就是超级学霸的待遇吗？如此难的试卷，那小子提前半小时全给做完了不说，还能趴住睡觉，而监考老师却不管。这小子到底是谁？莫非他就是学校最厉害、最有名、号称学霸中学霸的秦风？可是秦风应该没这么帅吧？这人语文水平极高，绝对比得上秦风，而长得又极帅，甚至超过叶知秋。之前听监考老师叫过2次，貌似这小子叫江什么南来着？喂，醒醒！老师，考完了吗？还没考完，但到了最后15分钟，你可以交卷去吃饭了。这居然都是对的，厉害！原来这题是这样做的。还有这诗歌鉴赏，答得真不错呀。从沈约仲同的典故，便可推断出作者好友患病为目疾，简直一语中的。还有这个，实在太妙了，层次分明，简约明了。就算是参考答案，也不会有这么准确吧？这回答必定是满分了。一看见江南的试卷，胡一菲就彻底震惊了，随即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好了，考试结束，都不要写了，赶紧把卷子交上来。这就结束了吗？我作文才刚开始写啊。喂，你考得如何？还能如何啊？扑街一个呀！这次语文实在太难了，我全都不会。我也是，文言文根本看不懂不说，连后面作文都没写完，就这2块加起来，起码扣掉60分，100分100及不了格了。不是吧？你语文可下来厉害啊，班里前3，居然都及不了格。你是在唱学霸戏码，表演凡尔赛吗？
凡尔赛个屁！别说我只是班里前3，就算班里第1，也不一定能及格。我们考场甚至有好几个人才考了1半，就纷纷弃考走了。看来所有人都扑在语文上了。不，那可不一定。我们考场就有一个牛人，把诗歌鉴赏、文言文全做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那人真做出来了，而且速度惊人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40-50来分钟，就把作文写完要交卷，可谓震惊全场。最后碍于考场规则限制，没法交卷，结果他趴在桌上睡了半小时。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着超级学霸之称的秦风吗？不，那人不叫秦风，好像是叫江南。太惨了，我负责的考场全军覆没。我看了下卷子，没一人能做得出来。我作为语文老师，看了试卷都是一脸懵，这文言文实在太刁难人了，摆明就是在打击学生积极性了。我们学校高3有近1000名学生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能把这文言文做出来的吗？估计是没有，因为学校第1学霸秦风就在我那个考场，我特意看了的。即便是秦风，文言文都一次没动。文言文肯定全军覆没了，这点毋庸置疑，毕竟我们这些老师也不会。我敢打赌，其他学校不说，反正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。若真有，那我直接拜他为师。好了，都沉稳点，抱怨的话就不要说了。卷子虽来自市里，但实际上出卷的老师却是1中和2中的。据说1、2中都有人做出文言文，所以人家出错题是不可能的，脑袋秀逗就更不可能了。怪只怪我们学校比不上人家。以后各位老师努把力，争取多教点优秀学生出来，可不能被1、2中给看扁了。丢人，真是丢人了！学生与老师向来是一体，学生弱意味着老师也强不到哪去，真是太扎心了。吴组长，各位老师，其实我们并不是全军覆没，我考场里就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。此话一出，满场皆惊，全都转过头，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胡一飞。胡老师，你瞎说什么？全校第1学霸秦风的文言文都空在那里，你考场里怎么会有人做得出这文言文？就是胡老师，你就不要戏弄大家了，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。若真有，我现在就去拜他为师。呦，这么说，我今天要收一位徒孙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人脸色均变。毕竟撂狠话的那位老师，姓岳名王贵，又称岳老三，其教书20年，资历深水平高。而胡一飞资历尚浅，属后学莫技，却要收前辈为徒孙。胡老师，岳老师只是太急了，所以一时乱说话罢了，你就别拱火了。嗨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刚才口误。但是我们班上真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，而且我对了答案，正确率100%。除此之外，他诗歌鉴赏也做了，而且都做对了，甚至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。胡老师，是你们班的秦雨墨还是向叶？秦雨墨应该不可能，这个学生我认识，他虽然不错，但我有注意到其文言文跟秦风一样，都没做出来。向叶也不可能，那女娃在我考场，她连诗歌鉴赏都没做，更别说文言文了。胡老师，莫非是你们班其他几个学霸？苏雨、张浩、白英英，还是唐甜甜？你们说的这几个都不是。这位同学过去成绩表现一般，只在及格线徘徊，他叫江南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过去3年都平平无奇的学生，怎么可能突然一鸣惊人？江南过去虽名声不显，但不代表他实力不行。实际上他非常优秀，诗歌鉴赏和文言文他都做对了。你们也许可以质疑他是运气碰巧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你们应该没法质疑了吧？胡老师，你说啥？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？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文言文啊，现在学生连看懂都费时，如何能用来写作？还800字的那种，除非他是超级天才、超级学霸。众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信，毕竟这实在太有悖常理了。用文言文写作，别说那些学生，就算是他们这些沉浸语文数十年的老师都不会啊！不行，忍不住了，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赶紧把他卷子找出来看看。对，赶紧找出来看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真和胡老师说的一样，那我说话算数，立刻去拜师。当众多老师找到江南的答题卷，并兴致满满凑到一块看向作文时，瞬间时间好像静止，所有人都一动不动，足足愣了数分钟之久。这还真是文言文作文，赤兔之死，这标题很有意思，这文也很有意思，立意切合，语言流畅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不用说了，这个叫江南的学生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学霸中的学霸。这次高3上午的语文考试史上最难啊，高3近1000人，可谓全军覆没。那文言文连常年霸榜学校第1的秦风都没做出来，可想而知这题是有多么难。不会吧，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很简单，就是偏同音文，
讲的是一个先钓鱼还是先卖鱼的小故事来着。我去，这么厉害吗？那岂不是超越了秦风？要知道之前高三每次考试301班的秦风都是囊括各科第一的。不过这一次他貌似碰上了对手，语文第一悬了。八卦使人之本性，不分男女。就在语文组老师们震撼的同时，校园各处都在吃瓜。这次高三语文考试，江南被众人脑补成超级学霸，能与老牌学霸秦风相争的那种，甚至连叶知秋都被卷入其中。有意思啊，真有意思！上午考的那篇文言文，连我都束手无策，却居然有人做出来了。秦风心里对江南产生了一丝好奇。另一边，同样被八卦者提及的校草叶知秋，其想法却与秦风截然不同。居然有人传食堂出现一学霸，在颜值方面更是帅破天，能吊打我。学霸不学霸的他不在乎，但长得比自己帅，这他就不乐意了。尤其是听见江南身边还有白莺莺相伴的时候，更是鹰眼人怒火熊熊。好小子，你他妈完了！等我搞清楚你是谁，必去找你。然而作为话题焦点，江南却并不知情。很快，第二场数学考试正式开始。卧槽！上午考语文是胡一菲监考，下午考数学是曹天元，说好的信任呢？难道就这么怕我在控分考个及格线吗？在试卷发下来那一刻，系统的提示音又来了。本次数学考试，请获得150分。果然，这系统真是变性了，势必要让我一鸣惊人不可。反正语文已经能拿满分了，数学再拿满分也无所谓，正好应付曹天元的监考，免得事后找我麻烦。想到此，江南一脸轻松，随后便开始了疯狂答题。开考仅不到10分钟，他就一鼓作气将整张数学卷子做完，且100%正确。Oh my god！ 我从教近20年，什么样的数学天才没见过？开考不到10分钟，他就做完了。这次月考压轴题的难度可是堪比奥赛啊！此子简直妖孽！这答题卡太小了，最后这道大题才写了3种解法，就没地方写了，真是可惜。此时曹天元血液沸腾，直冲天门盖。比起他出婚入洞房还激动，比起男足夺冠世界杯还要震撼。什么叫答题卡太小，才写了3种解法？莫非这题它还不止3种解法，还有第4种、第5种？老师，我做完了，可以睡觉吗？怎么，你都不检查一下吗？检查什么？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如果你没意见，我可就要睡了。老曹啊老曹，让你故意盯着我会给你脸才怪。看着已经趴在桌上的江南，曹天元内心里一阵嘀咕，显然十分不满。尼玛，我耳朵没出问题吧？这才开考10几分钟啊，那小子就把一整张卷子做完了，这是什么拔刀速度？黄金单身100万年也比不上好吧？还说这题目简单，身为数学天才，向来能考140以上的我，选择题后5道可都不会好吧？就在此时，有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窗外，伸展了脖子朝考场里张望。哈哈，这下江南完蛋了，被这么多老师抓个正着，就算跟是亲戚都没用。岳老师，我还记得你在1楼监考来着，怎么来5楼了？嘿嘿，我本想上个厕所来着，可一不小心就走错地方了。你1楼能走错到5楼，这错的也太多了吧？再错下去岂不是要上天？好了，大哥不孝二哥，罗师不孝蚌壳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想必各位都是来看用文言文写作的那位绝世奇才的吧？就是他，正趴桌上睡觉的那个就是。你小子就狂吧，我还巴不得你再狂一点了，这才有年轻人的样子。反正你再狂也是我教出来的。江南又是江南，语文数学考得很好就罢了，现在就连题目最多囊括物化生3门的理综考，也只花了40分钟便做完，而我现在却成了小丑一个。你既然真这么厉害，干嘛不早点表现出来？故意在戏弄我吗？现在是考试时间，距离结束还有15分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提前交卷了。你怎么能提前交卷呢？这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了。我早就做完了，保证全对，应该可以提前交卷吧？早就做完了，还保证全对？就算是我监考教室里的秦风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，你真是大言不惭。然而江南哪有功夫搭理他，转身便溜了。我说老黄还要监考，你追他干嘛？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话吗？说把理综卷子做完了，而且全对。这种没本事却说大话的学生必须教育。其实他说的或许是真的。你脑袋发懵了吧？这次理综的难度毋庸多说，就算是301班的秦风也不可能提前交卷，还得满分。你居然相信那小子可以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他现在可是传说中的超级学霸，就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还是超级学霸？呸！别急，等这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你就知道了，保证让你大吃一惊。你就是304班的江南？没错，我就是。有人说你是一匹黑马，是超级学霸。昨天的语文考试你提前40-50分钟就做完了，那数学考试更快，才10几分钟。
对此我是不太相信的。虽然空穴不来风，但肯定有夸张之词。这次理综考试难度虽一般，但其他人都还在做题，就连我也只是提前13分钟交卷，结果你比我还快。老实说，你真的都做完了吗？莫名其妙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做完了如何？没做完又如何？这跟你应该没啥关系吧？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这2天很多人都说你是黑马，能超越我。本来我并不在意，但既然今天碰上了，且理综刚刚考完，如果你真都做完了的话，不如一起来对对答案如何？我倒想看看你是真的黑马还是假的黑马。对答案，白莹莹找他对答案还行，毕竟关系摆在那。可面前这个人在江南眼里算老几？怎么担心一对答案就露馅吗？我还以为这次终于能碰上个对手，能调剂一下我这枯燥的高中生涯，可结果……同学，你想多了，我不是没做完，而是全部正确，没必要跟你对答案。秦风可是3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每次考试无论单科还是总分，他都霸榜第一，可谓超级学霸。平日里都是清高在上，不愿搭理人。可今天他第一次主动开口跟江南对答案，却直接遭到拒绝，甚至对方还口出狂言。江南，我记住你了。虽然你语气很狂，但我可不认为你真有那么狂妄的实力。不对答案没关系，反正要不了1天，成绩就会出来，到时候某些人自然会原形毕露。在此之前，我真希望你能有资格做我的对手，可现在看来你不配。秦风对江南充满了不屑，甩了甩手便转身离开，那眼高于顶的样子颇像一只骄傲的大白鹅。这人真是有病，小子，你还真是狂的没边了，连全校第一学霸秦风都敢对。你又是谁？叶知秋。你就是叶知秋？哟，看来你还听说过我的大名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，奉劝你一句话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一些不属于你的人不要妄想能追上手。啥意思？我没听明白啊！话说劳资没惹过你们吧？你们却一个个跑过来跟我撂狠话，有病就赶紧去治。江南，你……就在这时，后边更传来一声嗤笑。他们的谁敢笑我？几乎在一瞬间，叶知秋忍不住要发飙。然而当他看见是白莹莹时，顿时咬牙狠狠地憋了回去。也就是眨眼间的功夫，脸上的愤怒变成了招牌式的微笑。莹莹，你怎么来了？吃饭了没？没吃的话，我请你去吃学校对面新开的那家西式料理。叶知秋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关系，更不可能跟你出去吃饭。你赶紧走吧。哼。江南，怎么样？这次理综考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满分应该没问题。快，赶紧跟我对对答案。我今天虽然超常发挥，勉强提前交卷了，但有很多题都拿不准。看看这次我能考多少。江南拗不过白莹莹，只能点头答应。化学是 BBBCC。尼玛，我舔着脸讨好白莹莹，她却跟江南有说有笑对起了答案。莹莹，那个……咦，叶知秋。你怎么还在这？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成绩又不行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碍手碍脚，打扰我们对答案。还有，以后别嘤嘤嘤嘤的叫，我跟你不熟，请叫我全名白莹莹。哼！白莹莹虽然物理做得还不错，可化学错了不少题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结果还要被叶知秋打断，顿时他就有些发飙。这里有些人太杂了，走，咱换个地方。好啊。白莹莹点了点头，便跟着江南离开，只留下叶知秋一个人站在风中凌乱。江南，好一个江南！小小癞蛤蟆却凭一张后天刀子脸，不仅抢我的人，还要抢我的名。我记住你了，这仇必报无疑。叶知秋一阵咬牙切齿，双眸中更燃烧着熊熊火焰。而另一边，江南与白莹莹换了地方坐下。坏江南，我不该跟你对答案的。虽然你帮我辅导了物理，让我这次考试超常发挥，但也错了3道题。化学更惨，错了5道，甚至连最简单的生物都错了2题。这次理综也考砸了，估计只有230-240分，肯定又比不过秦雨墨那女人了。这么多人，其实能考234你已经很不错了。234就很不错吗？秦雨墨考的绝对比我高，我又输给他了。你可以不跟他比啊，学校那么多人，起码有90%都不如你吧。人贵在知足。我知足啊。只要能战胜秦雨墨，证明我不是花瓶，不仅只是长得好看，我就知足了。我都没想过要赢你。不行，我绝不会放弃。我想要你给我辅导。我之前不是给你辅导过吗？之前时间太短，你讲的那些我没法全部吸收，所以我想在课余时间找你，且不只是数学、物理，还有其他科目。我能不答应吗？那会累死我的。我想睡觉。哼，不行。走。我们去教室自习。啥？自习？中午不睡觉吗？不是说给我辅导的吗？时间不等人，当然要抓紧1分1秒。下午3点，
第4场外语考试正式开始。江南疲惫不堪地坐在考场里，仿若被压榨了7天7夜一样没了魂。白英英所求无度，简直不是人了。本次外语考试，请获得0分。0分不是150分吗？这狗系统又要作妖了。江南几乎没忍住要吐血，差一点他这次考试控分就失败了，因为光他已经做完的单选题就已经15分到手，远远超过了控分任务。这狗系统绝对跟我有仇，这是要故意整我呀！哪有这样发布控分任务的？前面3场考试，语文、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150、150和300，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。这成绩一出来，你让外语老师怎么想？让其他同学怎么想？那仇恨值绝对是拉到爆棚！完犊子了！完犊子了！这仇恨值绝对拉到爆！狗系统故意要害死我呀！语文、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，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。外语老师，我只能对不住你了。于是江南选择题全选错，填空题单词没一个正确。至于作文，他用古希腊语写的，连外语老师都看不懂。我靠，又来了！那小子又提前考完睡觉了，13都给他装完了。张楠，等等我！白英英，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月考结束，为了感谢你中午给我补习，我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食堂18菜，你任意选，随便吃，本小姐买单。白英英啊，白英英，我正饿着呢，你就等着大放血吧。于是这顿饭江南足足造了白英英1个星期的伙食费。臭江南，太能吃了！江南，老实告诉我，你总分到底能考多少？差不多600左右，就算比你多，也多不了多少。600分吗？这么难的卷子，你居然能考600分？果然，你过去就是在藏拙，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，待下一次考试一定会追上你。这女人脑瓜子秀逗了，语文、数学和理综这3门加起来就已经有600分了，最后一门外语就算考得再差，也不可能是0分吧？看来你智商也就那样，待下次考试可就不是你追上江南，而是我追上你了。这一刻，对于战胜秦雨墨，白英英可谓充满了迷之自信。这次月考成绩已经出来了，但不用我多说，你们也知道自己考得怎样吧？说实在的，我真替你们感到羞耻。不过有一点值得高兴，我们班的江南得了满分150，而且打破了3中纪录。男生不愧是男生，没想到他语文真考了满分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看到那4个简上和文言文就脑袋发懵，没想到江南这小子真做出来了。都静一静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江南不仅语文满分，他数学理综也都是满分。什么？数学理综也满分？老师，那江南外语是多少？以江南的成绩，肯定一枝独秀。就算是那霸榜学校3年，被称之为超级学霸的一班秦风，这次也没法与之相比吧？都给我安静，别乱猜了。江南外语没有满分，而是考了个0的，所以他的总分就是600，得了全校第2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再次震惊。这怎么可能？高中3年，整个班级还从未有人外语得过0分吧？最低也有10几20。难道说江南外语交了白卷？老师，那全校第1还是秦风吗？没错，那秦风考了602，比江南多2分。外语为0，光凭语文、数学和理综总分都有600，仅仅比秦风少2分，才2分啊！150分的外语卷子，就算作文不写，填空不填，只把选择题 A、B、C、D 乱填一空，也不止得2分吧？这不是故意讽刺人家很二吗？还是跟人家有仇，故意打脸？不过这打脸打的还挺爽，有内味了。一个语文、数学、理综能拿满分的人，外语就算再差，也不可能是0分吧？他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才故意把最后一门外语考0分，总分600，恰好少2分，这不就是摆明讽刺我很二吗？清风，你不要太激动，虽然江南很厉害，但其总分毕竟不如你。好了，现在大家继续自习，班长管好纪律。江南，你跟我去趟办公室。去办公室要干嘛？江南，别拘束，这位是吴能吴老师，也是学校的语文组组长。胡老师真教出了一个好学生啊！有江南同学在，咱们3中的语文一道必然崛起，再创辉煌。江南同学，这次我让胡老师带你来办公室，是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不吝赐教。好家伙，不吝赐教都说出来了，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吴组长，你就直接跟这小子说吧，他还是个学生，你用不着跟他客气。不，胡老师，你这话可就说错了。江南虽然年纪不大，还是学生，但在语文一道上的造诣已经不下于你我，尤其是对古文古字的研究之深，
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谓大师也。吴老师，你就别太夸赞我了。女魔，胡老师说的对，你用不着跟我客气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。好，江南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你用文言文写的这篇作文太过精妙有趣，我们花了大半天的功夫，也没将其彻底翻译出来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你这位作者叫来。若不介意的话，给我们注释翻译一下，如何？原来就这么个事，吴老师你早说呀，吓死我了。3分钟，又3分钟，直到自习结束，江南才堪堪把作文讲解完毕。这简直就是巨坑啊！这群语文老师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，比起胡一菲这女魔头还厉害3分。果然人还是要低调一点。可现在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，蛋疼啊！都怪该死的狗系统。很快，整个3周无人不识君，江南就彻底大火。就连清洁大妈、门卫大爷都知道有江南这么一匹黑马。一个是霸榜学校3年次考试第一，仿若巨龙一般的人物，可今天却被一匹夫逆袭给屠了。就跟小说情节一样，有内味啊！整个校园里一片议论，既惊叹于江南的牛批，也默哀于秦风的可怜，更有一些好事者脑补出了一场2学霸之间的针锋相对，恩怨情仇。另一边，作为此次屠龙的主角，江南从头到尾都没把他秦风放在心上。天地良心，我可真不是故意打他脸的，更没有嘲讽他很二的意思。意外，这纯属是意外。恭喜宿主精准完成本次月考任务，奖励身体素质+6，各科基础+1，各科潜力+1，积分+600。鉴于宿主本次控分任务完成良好，系统特额外奖励宿主400积分，并升级宿主技能超强记忆力和悟性翻倍。爽！好家伙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，足足1000积分，这是要我来个10连抽啊！江南，你跟我出来。老师，我上课应该没犯错吧？你上课没犯错，但考试呢？跟我去趟办公室，找你有事。来了，最终还是来了。江南还没来得及抽奖，就被外语老师施了阳，叫进了办公室。你就是超级学霸江南。超级学霸？老师，用这话来形容我太过了吧？我可不是学霸。哼！语文、数学和理综同时考满分的人，3中有史以来，你绝对是独一个。若这还不能算是学霸，那其他人可就连渣渣都算不上了。江南，你觉得你的外语老师说瑞杨老师怎么样？杨老师他很好啊，为人好，长得也好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所以你是因为喜欢他，才故意把外语考了0分，目的就是想吸引杨老师的注意，是吗？啥？这说的是个啥？喜欢Shirley杨，所以故意考0分？我操！这脑回路也太新奇了吧！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说的喜欢只是单纯学生对老师的喜欢。至于这次外语考试0分，那纯粹是我没考好。江南，你用不着辩解了，李明已经全交代了，他就是抄了你的草稿纸，才考了140分，得了外语单科全校第一。此时江南一脸懵逼，这半路杀出来个李明是什么鬼？抄了我的草稿纸，还得了单科全校第一？怎么？你不认识301班的李明？他平日外语成绩只能算一般，但这次考试却得了140分，唯独作文扣了10分。让他上台分享外语提升的经验时，却紧张的晕了过去。事后一问，他就全撂了。他说你的草稿纸掉在地上，他一时没忍住就抄了。这意味着你的外语成绩很好，但在答题卡上，你却故意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。作文还用古希腊语，你这么做不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那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外语老师了。哼！江南一时间被怼得哑口无言。我靠，这个李明真是猪对手啊！抄了我的草稿纸也就算了，事后居然还幡然醒悟，玩坦白局，害了自己也就算了，还要坑老子。江南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但下次考试有什么样的实力，就考出什么样的分数。如果再敢这样，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。江南被老师们狠狠地教育了一番，便低着头回到了教室。江南，你可真行啊！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，故意把外语试卷全部写错，考了0分。现在估计全校人都知道了。哼！误会啊！天地良心，误会！你小子就别装了。那个李明抄了你的草稿，才得了单科全校第一，他自己都糟了。你就是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才这么做的。我真不是啊，我那纯粹就是为了好玩，不想拿满分罢了。就在此时，班主任胡一菲怒气冲冲地杀进了教室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学校是禁止谈恋爱的。在考试时故意耍小聪明，考0分吸引老师注意，这简直是十分幼稚的行为。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，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唯有如此，才对得起你们的父母，对得起你们自己。江南，别装睡了，跟我出来一趟，几位老师找你。江南又被叫走了，这次估计是侦探上市了。各位老师，人我给你们带来了。
江南同学，我们也不卖关子，今天把你叫过来，就是想摸摸你的底。摸我的底？这月考不是刚考完吗？咋又要摸底了？是这样，你的几位任课老师向组里推荐，让你代表学校去参加接下来的奥数和物理等竞赛。虽然你月考数学和理综都考了满分，但为了证明你的实力，学校还是有必要再对你进行一次摸底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因为外语的事呢，吓死我了。这是我特意准备的奥数竞赛题，你就在这当场测试一下吧。这就是奥数竞赛题吗？也太简单了吧。此话一出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蓦然炸响在众人心头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竞赛卷子，而是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才弄出来的竞赛真题，里面每一道都比高考压轴题难上数倍不止。江南同学，你都还没开始做了，这大话说的也太大了吧？确实很简单啊，看一眼就知道答案，还用得着做？好，你说这些题简单，那你说这道题答案是多少？平面上整点。江南既没拿纸，也没动笔，只是瞟了一眼，便直接开口：答案 B。你是不是之前做过这题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这么快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这题很简单，看一眼就知道答案，根本没做的必要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可都是奥数竞赛题，怎么可能连想都不想便直接口算出答案？你不会是瞎蒙碰巧吧？说说过程看。所以答案是 B。周凌风还是难以置信，又对江南指向第2题、第3题、第4题，很快江南便统统一一解答。老曹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提前把这卷子给江南看了，还给了他答案，所以他才知道？傻了吧你？这卷子可是你临时出的，当做宝贝疙瘩似的，就此一份都没给我看过，我怎么给江南看？也对，也对。江南，你就给咱们的周组长详细讲讲解题过程吧，免得他怀疑这怀疑那。江南点了点头，便开始解答。5道题讲完，众人已经彻底傻眼。Oh my god！江南同学，加入我们奥数竞赛组吧！以你的数学水平，100%能拿省一进入夏令营，然后再拿各国一进国家队，到时候都不需要参加高考，便能保送到清北等最顶尖的学府。我说老周，你干嘛呢？之前可是说好的，要让江南把各科的竞赛卷子都做一下，现在他物理还没做，你怎么就要让他加入你们奥数竞赛组了？怎么，你这是嫉妒了吗？江南有这样的数学功底，已经足够获奖保送了，还要做其他科目干嘛？这老周你可就不地道了，万一江南物理水平比数学更高呢？就是，还有化学也要让他试试。一时间为了争夺江南，各位老师吵得不可开交，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。各位老师，这下午第3节课就要开始了，我应该去上课了吧？上课？你都有这水平了，还上什么课？没必要，你就留着做题就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连考试都睡觉，更别说上课了。这不上课不好吧？毕竟我还是学生，得尊。那是约束其他人的，约束不了你。我以数学组组长、奥数竞赛组负责人的身份给你保了，只要你参与数学方面的学习，其他的课以后你都不用上。周组长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？江南剩下的题还未做，一场大内斗却即将要开始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先让江南做题吧。不出意外，江南很快便将所有的试卷题目一扫而空，一时间几位老师针锋相对，为了争夺江南，几乎把教务处天花板都给卸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发布任务，请宿主同时参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4科竞赛。这狗系统是成精啊！各位老师，你们不用争了，我决定数物化生4科竞赛我都参加。啥？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？啥？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？听说一中今年出了好多厉害的人，上周月考那么难，居然有人考出了678的高分，简直逆天！人家学校的2、3名都能轻松碾压秦风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按照这个成绩估算的话，本次奥数竞赛我们是凶多吉少了。咱们就是凑凑人头罢了。同学们，一中到了，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。当然，某些人也万万不能放水。明明能考99，偏偏只考及格，大意之下在初赛就被淘汰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但愿江南这小子不会在竞赛里玩控分。老师，你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啊！我们知道江南很厉害，可你也用不着直接说江南能拿99吧？99算什么？这次考试我要拿满分。此刻秦风内心充满了战意，毕竟3年之功于一役，他就不信这个突然崛起的小子这次还能赢。本次奥数考试，请获得88分。88分，竟然不是满分！老曹啊老曹，这可真不能怪我了。但愿不会第1轮就被淘汰。江南要控分88，在所有题都要做完，不能留一丝空白的前提下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故意填错一道填空题，扣8分，然后把第9题的第1位写错，扣4分。
我靠，奥数题如此简单的吗？用不着过多思考，江南便瞬间想到了2种解法。不到1分钟，他被一口气做到了第8道填空题。同学们，考试期间，考生不能离座，不能上厕所，除非提前交卷。啥？可以提前交卷？这倒是意外之喜啊！我都收拾好桌子准备睡觉了。这位考生，你刚没听吗？考试期间不能离座上厕所。老师，别紧张，我没想去上厕所，我是做完了要提前交卷啊。这位考生，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，为自己的成绩负责。即便题目很难，你也不应该刚开考就放弃，最起码也得写一点步骤，不至于得0分吧。啥？这题目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，看一眼就会。虽然我没法拿满分，但也不至于考0分，87、8分还是有的。你可真是大言不惭，居然还想考87、8分。虽然只是初赛，但难度也不低，往年第1名也不过是87、8分罢了。往年第1才87、8分，那这奥数竞赛也太水了吧！我真不想当第1啊！呵，你还真不想？我看你就算想也没用，不到3分钟就交卷。若不是0分，我王姓倒过来写。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江城3中。原来是3中的，难怪如此。把考卷给我，你可以走了。监考老师接过考卷，藐视般的瞟了一眼，结果，我操！这是什么答题速度？就算是无情的答题机器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吧？竟然连最后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位于1号考场的秦风早已满头大汗。第1道填空题，他就被卡住了。最终，他耗费了足有10几分钟，才艰难地写出这个答案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坚持，我要考取满分，战胜江南，证明我才是3中最优秀的学生。话说上周市里统一出的那份月考卷子，我们1中总分最高只有678，上600分的只有17、8个，数学最高只有142，居然连1个满分都没有，简直丢人啊！我们2中也差不多，最高分只有672，数学最高分只有141，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。如此说来，今年大家学校的实力都一般，也不知有几人能考上清北。我们1中柳凡绝对能上，我们2中杜江也肯定没问题。我们4中今年也出了一个超级学霸，虽然比不过你们，但上个月也考了638，吊打3中秦风没问题。此时身为江城目前最强的高中，占据着绝对话语权。你们就吹吧，数学最高分不过区142，也敢拿出来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这次奥数竞赛虽然卷子很难，但只要江南不故意控分，拿个满分轻而易举。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谁才是最终王者。哼！这么说我也是自己学校里的前10名之一，数学考试经常满分，可今天得分很可能是个位数，都没脸回去见人了。此时考试刚结束，便有人在树下疯狂抹赖，哭声可谓惊天动地，直接把躲在一旁呼呼大睡的江南给干醒了。我靠，咋回事？怎么都在这哭丧呢？世界要末日了吗？江南看见这惊人一幕，不由得有些懵逼，尤其是当其中一个他还认识时，就更懵了。秦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靠，江南，你怎么在这？BBQ 了，被江南这小子看到了，这丢脸都要丢到姥姥家去了。我在这睡了好久了，就等着你们考完回去来着。啥？你在这睡了很久？你没有参加考试吗？我参加了呀，只是提前交了卷，这次满分没有，估计87、8分的样子吧。这次你赢了，就别哭了。这咋还哭上瘾了？赢了还要哭？莫非是喜极而泣？但也不至于吧。这一刻，秦风称霸学校近3年的高傲人设彻底崩塌，直到罗敏、叶涵、沈浪、秦雨墨等3中人全部聚集，他都没把眼泪收回去。这咋回事？班长大人，我不过是提前交卷，在这睡了一觉罢了，怎么你们一个个都哭了？这很正常，毕竟我们不是你，即便坚持到最后，也就只做出了4道填空题，后面的都没写。啥玩意儿？你才做了4道填空题？你们可都是学霸，现在怎么会这么惨？还有秦风，你不向来都考全校第1，怎么一到奥数竞赛就蔫了嘞？考试结束后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凡是距离1中较近的带队老师都需要一起参与批改试卷。这届学生不太行啊，我改了这么多份，连一个上80的都没有，甚至连及格都没几个。这也正常，毕竟奥数嘛，跟照妖镜一样，本就是鉴别真正天才和普通人的考试。这张卷子有些不对劲呀。怎么个不对劲法？难道是考得太好，得了满分？满分倒没有，他只得了88分。88，那也很不错了。我这里最高分才84，也是唯一上了80分的人。赶紧查一下，这位考第1的学生叫什么？来自哪所学校？那还用说，不是1中的柳凡，就是2中的杜江，或是楚营夏季、蓝浦孟川，除了以上4人，其他人绝不可能。
卧槽，这位考生是三中的，叫江南。往年三中都是凑人头，今年居然能夺得第一。怎么，就你们一中、二中，除英兰普能拿这初赛第一，我三中就不可以吗？老曹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江南能考88分夺得第一，显然其实力惊人。他是你们三中暗地里特意培养的天才吧？特意培养的天才倒谈不上，只是上周月考发挥还不错，得了600分，位列全校第2，仅此而已。我靠！听听，说的还是人话吗？装逼技术哪家强？江城三中数老曹啊！连续4门竞赛考试我都控制在88，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，没想到却碾压全市600名精英学霸，获得4冠王。刚考完奥数竞赛，三中第一学霸秦风人射镜当众崩塌。接下来的物理竞赛，江南10分钟便答完所有题目。到了化学竞赛，考试才开始不到5分钟，江南就悠然地走出教室。江南，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？特么的，你不会给我来个细考吧？求你了，我可还等着你拿第一给学校争光，让我能扬眉吐气呢。谁说我弃考来着？我已经做完，提前交卷了。什么？这才过去2分钟吗？4月公布成绩的那一刻，所有高校都炸开了锅。短短不到半天时间，江南大名就传遍了大街小巷。今年三中出了一位超级天才，能碾压一中、二中2大重点名校，以及属英、兰普2大私立顶尖高中的那种。你说的是江南吧？没错，就是江南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。这几天的举行的奥数、物理、化学和生物竞赛，前3门他都以88分的成绩夺得3个第一，被称之为3冠王。据统计，本次参赛的考生多达628人，而晋级名额只有30个，20选1，可见竞争之激烈。当然，今天最受瞩目的还得数三中江南，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今天的生物竞赛考场外早已人山人海，江南刚一出来就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江南同学你好，这生竞才刚开考你就出来了，请问是因卷子太难弃考了吗？这么简单的题目，哪有什么难度可言？至于弃考，就更不可能了。我是做完了才提前交卷的。什么？你都做完了，这才开考5分钟啊？5分钟有这么久吗？对了，不好意思，出来之前我上了个厕所，所以耽搁了一会。那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？能否跟奥数、物竞、化竞一样夺得第一？能不能夺得第一我不知道，反正88分，晋级应该没问题吧？又是88分，你奥数、物竞和化竞不也都是88分吗？怎么都一样？难道有规定不能分数一样吗？没别的事我就走了，我还赶着回去睡觉呢。4科同分，这不比中奖还难？排除意外这个不可能，那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江南居然在控分。暗无机见，事不过夜。就在当晚，所有学校都紧急展开了商讨大会。奥赛第一，物赛第一，化赛第一，最后的生物竞赛还是他江南第一。往年的4科竞赛可都是我们一中的拿手好戏，如今被三中抢走了，可真是打脸啊！那三中都衰落多少年了，岂能凭一个人救起来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上次月考摸底，那江南的确只考了600分，在三中能排在第2，放到我们一中，连前15都进不了，少了柳凡足有70多分这次竞赛，所以他只是运气好罢了，不足为虑。还所以个屁！上次月考他的确只考了600分，比我们柳凡少了78分，但这是在他外语故意考0分的前提下。一个语数物化生能考满分，甚至获得4竞第一的天才，会是外语白痴。别的先不说，语文满分，你们有听过吗？这么说，我们必须重视他。现在除了拉拢，已经没别的路了。现在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把这位天才妖孽挖到我们一中。此时整的三中所有师生都欢天喜地到极点。几位老师，你们能教出江南这样的优秀学生，替学校争光，都功不可没。校长，江南刚拿了4竞第一，为我们学校争了光，学校应该表彰他一下。好，江南具体喜欢什么？除了睡觉，就喜欢玩玩游戏，看看小说。既然如此，就送他1部手机吧。胡老师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。这篇古诗词是作者在抒发内心的渴望，而不是在做梦。记住，是借梦发挥，就跟借酒发疯一样，他不是真疯，只是内心太过忧愁，懂了吗？有点懂了。考完试还要给白英英做辅导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江南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之前我们对你心有不服，甚至还刁难你，那是我们的嫉妒心在作怪。今天在这，我们一起跟你道歉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一笑泯恩仇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偶像，来生我们要向你学习。江南4竞第一的实力已经成为了整个三中乃至全民偶像。
苏玉、张浩、秦雨墨、丁延子、胡大军等人，这次是彻底的心服口服。校长不好了，保安室那边打来电话，1中、2中、楚英和兰普几所学校的主任和老师都找江南来了。那些学校真不要脸，这么快就来挖人了。告诉保安给我拦住了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人进学校。保安说拦不住，他们都进来了。卧槽，既然拦不住，就别拦了，把他们都带去会议室。胡老师，你去把江南叫过来。江南同学，你可总算是来了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可直到今天才遇到你，高兴啊！学校奖励你的手机还喜欢吗？校长，我很喜欢。好，江南，来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碧螺春，平日都没舍得喝，你赶紧尝尝。校长，你真的太客气了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江南同学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你夺得4进第1，更有高考状元之姿，是让3中重新崛起的希望。但现在1中、2中，楚英和兰普的人就在隔壁会议室，来挖你来了。作为当事人，江南有些吗？没想到我竟如此抢手，1中、2中，楚英和兰普都来的人。江南同学，我豁出了老脸在这恳求你，你能不能留在3中，不要转学？校长，3中就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转学的，这一点请你放心。江南同学，真是的太感谢了，你的大恩大德，3中没齿难忘。当然，学校也不会亏待你的。等你考上大学，学校一次性奖励你10万。随后，江南跟校长来到了会议室。几所学校的老师见状，一上来就对江南一阵狂舔，还提出一系列丰厚的条件，都被江南果断拒绝。然而，挖墙脚的老师们贼心不死，转眼就来到了江南家。我楚英是贵族学校，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，只要江南来我们学校，奖学金1年1万。我兰普出1万5，你们就让江南来兰普就读吧。我2中出2万奖学金，我兰普出3万，我2中出3万5。一时间，众老师为争夺江南吵得不可开交。我楚英也不是吃素的，江南父母只要让江南来我楚英，我们每年奖学金给5万。我靠，10万，我兰普给10万。江先生、周女士，我们学校提出的条件绝对是全江城最好的，你们就直接答应了吧。就在此时，早在门外窥听多时的江南和班主任胡一飞破门而入。几位老师，江南可是我3中的学生，你们刚从我们学校离开，这就来我学生家了，这么明目张胆的来挖人，可真是不择手段啊！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江南虽然是你3中的学生，但他也有重新选择学校的权利，我们不过是来争取一下而已，应该不算过分吧？哼，不过分嘛！你们兰普孟川成绩不错，有考取清北的希望，我去把他挖到3中来可以吗？哼，只要你挖得动，我们兰普自然没意见，只怕你们3中出不起价。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，单人不要脸，却天下无敌。别的老师都一脸羞愧，可见大有却还如此理直气壮。好了，各位老师，你们就不要吵了，在学校我就已经说了，我是不会离开3中的，你们就请回吧。既然拉拢不成，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狙击江南，争取在4进省赛中夺下第1。这一刻，1、2、4中加上楚英、兰普都是出奇的默契，势必要在8月后的4进省赛中与3中决一死战。校长，你猜的没错，他们还真明目张胆的去挖人，那兰普更不要脸，把1年奖学金都开到了10万。虽然我稳住了，不过我擅自做主，把3万奖学金提到了5万，这对学校来说负担可不小啊。不就是多加2万吗？只要江南不转学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恰逢周末，你去江南家走动走动，咱们得把感情维护好。校长，我明白了。臭江南，赶快起床了！哪里？胡老师昨天刚来过，今天岂会再来？而且这么早，难道是在这里过夜了？此时白茵茵脑海里浮想联翩，更冒出师生恋这3个字。怎么会这样？防火防盗防闺蜜，防了班里那么多人，居然没防住这位班主任。老师，你昨晚没回去，在江南家里过夜了吗？过夜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刚来，给江南父母送点东西，顺便跟江南谈谈学习的事情，没想到他还没起床。唉，我这脑子是怎么了？竟然会往那方面想。茵茵，你怎么也这么早就来了江南家了？那个老师，我跟江南啥事儿没有，我是来让江南给我补习的，这点叔叔阿姨可以作证，我每周都来，每周都是这个时间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在外面等江南。这丫头怎么了？说话怎么这么奇怪？唉，江南，我跟你爸妈说好了，以后放假上学，我开车来接送你。老师，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
接送你上学对我来说不过顺路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半月后便是4进复赛，还有不到3个月便是大考来临。你若真要念我的好，就争取全力以赴，考出你的真实成绩。那好吧。江南，醒醒！校长办公室来了几个人，点名要找你，你去一趟。我靠，又有人要找江南，还在校长办公室，看样子江南又不需要上课了。这位同学，你就是江南吧？我总算是见到你了。我是王明，任职篮协负责人，想邀请你加入国家队和我的篮球俱乐部，如何？那个江南同学，我叫王大志，是咱滨海篮球省队的教练，同样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滨海篮球省队。待遇方面，给你的绝对是国内顶尖的，年薪1000万起步，你觉得如何？王大志开口就是1000万，这把在场的3中校长老师给惊呆了。年薪1000万，我这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啊！江南同学，我叫马小虎，老王不过给你年薪1000万，我直接给1500万，且只要你在 ABC 联赛上获得一定成绩，还可以再加500万，如何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4进省1，大考状元要没了，我们3中崛起的希望要被抢走了。加入国家队，为国效力是义务，可能没有多少钱，但你若同时加入我的俱乐部的话，我会给你保底3000万的年薪，而且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，这3000万只是开始，除了钱之外，我将助你走出国门，再次征战 ABN， 成为世界第一，完成我当年未完成的梦想。我靠，这王明竟然开价3000万，这已经打破国内顶尖球星的最高标准了。完蛋了，这回是真完蛋了，防住了1中2中的，结果却败给了一个打篮球的。不得不说，3000万年薪对我很具诱惑力，但不好意思，我从未想过要走职业篮球这条路。打篮球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，偶尔打打还可以，让我打一辈子，我估计会受不了。此话一出，满场皆惊，拒绝了。江南居然拒绝了年薪3000万巨款的招揽。江南同学，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。我看了你之前打篮球的视频，你很有天赋。加入我们，你便会成为我国篮球界最亮眼的新星。金钱、荣誉、地位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你都会唾手可得。这些你都不在乎吗？说真的，除了国人骄傲之外，其余一切对于目前的我来说，还真不是很在乎。所以对于你的提议，唯有抱歉了。我还要上课，就不陪几位老师了。江南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只留下几人在风中凌乱。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王明几人离开后，整个3掀起了一番向江南看齐的偶像狂潮。经久不息，很快到了奥林匹克竞赛复赛的日子。江南，别以为你之前拿了个4进第1就了不起，那不过都只是初赛罢了。今天的复赛你就是个垃圾。对，就3中大所破学校教出的学生如何能跟我们比？你就等着吧。咋的啦？我到底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？是打了你们全家，还是刨了你祖坟？用得着对我有如此大怨气吗？这么着，你们都是一群疯狗啊！张嘴就乱咬人，是不是老子撕烂你们的嘴？胖子，我的事自己会解决，你还是好好参加考试去吧。王胖子虽心有不甘，但省体育考试对他十分重要，只能强压火气选择离开。江南，考试就要开始了。复赛跟初赛不同，复赛分3轮，3轮都以100分计，但难度却大大增加，而且是1轮更比1轮难。第1轮不及格的直接淘汰，第2轮则是按成绩排名，而第3轮则是给获得省1的考生再进行排序，取前30人进省队，之后便可以参加全国奥数决赛。江南点了点头，便来到考场。系统发布任务1，本次奥数复赛第1轮请宿主获得60分。狗系统，老子刚想在第1轮考满分，好杀杀柳凡等人的锐气，你却让我考60分，那可是及格分数啊，估计会被柳凡这群人笑死。对于系统，江南真是无语吐槽。不过下1秒，系统发布任务2，本次奥数复赛第2轮请宿主获得88分，第3轮请宿主获得99分。系统，你真是太调皮了。第1轮让柳凡他们嘚瑟一下，然后第2轮、第3轮再疯狂打脸。8道填空题，每题8分，共64分；2道解答题，9题16分，10题20分。要想控分60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对5道填空题，再加最后1道解答题。哦了个 K， 开勾！对于江南来说，这些题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很快便答完所有，并将分数控制及格线。一而再的惹老子，若不让你们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，那我岂不是真成忍者神龟了？一群小瘪三，等着吧。江南，原来你在这睡觉，害我找了好久。
听说你开考不到10分钟就提前交卷了，怎么样？有把握拿满分吗？老师，我如果说没有满分，你会不揍我？江南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次考试是不是又控分了？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保证能进入第2轮，该去吃饭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分数公布的那一刻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在同一考场，明明亲眼看到你考了几分钟便弃考交卷了，你居然考了60分。不就是60分吗？用不着如此惊讶吧？你不是提前交卷弃考了吗？我提前交卷是不错，但谁告诉你我是弃考了？还有，这么简单的卷子，我还以为你能考100，结果却考了8分，真是太菜了。我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能考60分，本来我还以为你是0分来着。60分也罢，都没啥区别，反正你已经输了。柳凡是吧？这么简单的卷子，你却只考了64分，居然也这么嚣张？没看见上面考80、90的一大片，考100的也有好几十个吗？你若能跟他们一样，不说考100，只要考个90几，我还能高看你一眼。但现在教我做人，你也配？臭小子，第2轮、第3轮，看小爷怎么赢你，你就等着哭吧。